你请假我扣你钱，你说？我说你要以为你扣的对，你就别给我。你要以为这里有麻烦，哎，有麻烦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啊，我是新加坡人，为新加坡人做个什么？你做掌上洋剧啊，你也是做掌上。你别说你新加坡人，你美国人怎么样？那你还支不支持他了？我说我支持谁了？你不用那么装，二级厂这帮人，我告诉你，你给我们添老麻烦了。我就知道他把我出卖了，给我点气完了，这些还不到他妈个10天的功夫，他就把我这卖出来。我在新加坡就文革期间那时候小，经历一些事儿各方面。我平时就跟郑文说，你们在家都没做好事啊，才修行到这一步。男女真的在家不行善事，出门在大风刮。我回国以后，我就跟大伙就倡导一个想法：人要不干好事，一定要叫你到新加坡去改造去。你好，王老师，我们在新加坡的华人工友们，在工作强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天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工作这么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华人工友之间存在不存在勾心斗角啊、互相歧视啊？你讲一讲，概括一下。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好的，我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中华民族有优秀的一面，这个中国人他也有他劣根的一面。无论是在日本，我接触到这些留学生，还是工作人员，还是在新加坡，这些中国人在一起工作期间，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到了美国以后，这些中国人在一起，他们的真实情况，真是用一定的时间内，恐怕是要细说不完的。在新加坡工作期间，在一级厂，大多数来的一些中国劳务人员呢，是山东的比例比较大。山东的这个蒙邑地区，就是过去的沂蒙山地区这些农民占的比例要多一些。威海的人员也有很多。其他像东北的这个梅河口，还有一些边远地区的这个什么工作人员呢，占的比重比较大。中国人除了在繁重的体力这个以外，剩下这些情形就可以给你讲述一下。中国人主要就是没有教养，没有修养。从坐车开始，有许多善良的人上车之前要带上纸皮，尤其是这个女性，来自于威海一个大姐，每天要给大家带几块纸皮，一起坐在这个敞篷车上。许多人呢不但不带，要争着抢着这块纸皮，自己等到现场的纸壳因为坐在车上，车里既有臭虫，车体又脏，这个车里边是扛着3个板子，这板子上必须要垫着纸壳箱。而且坐车的时候，先上来的人，他应该往车里边走，他不用，他一定要坐在车的后部。别人在上的时候，要从他的肩上跨过。有的人站在车里，这个车里本来应该拉20个人，而且这家承包公司呢，每天呢从1机场解过，再解这个2机场，2机场解过，他要解3机场的人，他要一车拉掉，因为司机呢不愿意多跑一趟。这些人到了车上以后，那就为了一个座位，说你让一下，我要往里边走一下，这中国人都不带给让座的。许多中国人就因为一个座位，经常是在车上大打出手。也就是说，我们受到压迫不会去大打出手，但是我们同胞之间呢，我们为了争抢一个位置，我们就要去大打出手。对，工作期间呢，这个挨打了是工伤。新加坡人的管工，这是你要做的活，
如果这个中国人他自以为自己厉害，比如说有一个东北来的，他就以自己的这个资历，这个能力，他要培养2个小兄弟，他就是老大了。他呢，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了山东的3个小兄弟，跟随在他的身边。如果在这个宿舍里，谁要敢不服气，这3个小兄弟要是一个人发生争端，其余那2个要一起上。如果这3个兄弟也摆不平你，他的大哥将要出面。这个大哥呢，这个来的比较早，也吃了很多苦头。在新加坡是这种情况，如果你中国人之间互相打了仗，打了交手，不被这个警察发现，没有人报警，你可以这个幸免这个一劫呀。如果一旦报警了，你就要这个在新加坡就要这个在案，这个有了前科。有的人呢被前科以后，万一面子，他要面临一笔罚款的，还要在这继续的干下去。但是呢，他这种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在坐车上或吃饭上，这或在工作当中，在机场里经常发现中国人之间是互相打仗交手，不但中国人之间打，跟马来人也打，缅甸人更不用说了。但是每一次取胜方大部分是咱中国人，中国人也就是说战斗力还是可以，战斗力中国人多，这是一。第二，他没有怕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中国人这种潜力真的没有发出。90后、80后是。我在新加坡呀，战斗民族。在新加坡呀，从政府到市民之间，他对中国的劳务人员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做法，你就可以看一下。中国这个开放以后不但给日本带来了机遇，给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更加带来了实惠。我们到了新加坡以后，首先感到一点呢，中国人在这里边这个环境的凶险，和新加坡某些华人对中国人的一些做法，甚至来说他们的内心都非常邪恶。从政府说给中国这个劳务签证这一块，表面上看来这是对中国华人的一个优惠，实际上你有机会踏入他这个国土以后，你就可以体会到他是怎样给中国人优惠的。在新加坡的机场里，每天上班呢需要带着这个你的工作牌。如果新加坡人要忘记了，他们这个工作人员呢可以原谅放行。如果我们这刚去的中国人要有一天不带牌，不管路途多远，你必须要回去把这牌子带在肩上。出来的时候也是严格的检查你，没有牌子不让你出来。而且呢，每一天进入机场要比登飞机之前的安检还要严格。因为你出来的时候，新加坡的工作人员呢，他不管是背着包拿着什么东西，一般的工作人员是不会检查的。如果要是中国的这个劳务人员出来，那必须的是严格的检查。一旦发现了你是从这个机场里带出的东西，那轻则罚款，重则呢要被这个解除这个准证的时间，要被这个公司解除。还有的因为偷盗呢，被这个送回中国国内。说每当这个中国人出他这个海关的时候，新加坡人明明是在椅子上坐的，他立刻要站起来，对你全身全方位的这个搜查。每一天的态度上
真的是不是那么友好，因为他知道你是从中国来的。上回你说那个偷挂面那个咋处理最好？这有一个山东小伙，平时比较豪横，他呢，和某些人员呢要结拜为兄弟，心里边呢还有得意的感觉。如果你在这个住的地方和工作期间，他要是想要欺负你，他都要找到一定的借口和理由。许多人呢出来以后啊，都是为了生活，为了赚点钱，也就是忍耐过去就算了。有一天呢，管工跟他借了400块钱，到期呢没有还他，这回他得到了机遇，可以行使管工的权利，每一个人负责，动辄这个指手画脚啊，来这个大骂中国人。他这个恶劣程度比这个新加坡的管工啊还要严重。许多人呢就在心里要扬言，女性还能差一点，尤其是中国来的一些人员，就是要下决心想要整死他。后来有一天他也不幸，他把机场里的挂面和一些巧克力往回带，走到海关的时候呢，正好不凑巧，当场就把他拿下。回到了这个宿舍以后，他也是这个一蹶不振，闷闷不乐。一蹶不振。当时的这个平时啊被他欺负的2个这个中国人，一个来自于河南，另一个来自于东北，就在这个宿舍里把他摁倒，好顿踹。这顿教训以后，从此他也再也不行使这个管工的职责，对任何人他也不敢再进行欺负了。所以这个小子非常恶劣。就机场里的工作人员都说你们大家呀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都不容易，你不要为一些不值得的事你在这这个大喊大叫。有我们新加坡机场的管理人员，还有你们公司的负责人员，真的想不到你这个青年人真是很成问题。你出来以后对华人之间也很让人瞧不起，所以你平时要注意。如果这次你要是不是拿了罚款，恐怕你要很严重。在新加坡偷东西那不是一般的性质问题，就是我们新加坡人都不管。事实上这个新加坡的负责人呢，他说的也不见得都是真话，因为我们在工作期间发现，机场里的东西是不准你工作人员再吃和用。你比如说饮料吃的东西应有尽有，新加坡人可以随意的自由的吃和往外带，基本上是海关是不管的，因为每一天工作他都很随便。如果中国人工作以前，新加坡的管工一定要再三的强调告诉你，而且用一些粗鲁的语言华语告诉你，你们的工作要给我们做好好，做好好就是要给我们做好。新加坡的华语和我们正常的普通话是颠倒的。平时你不要偷东西。新加坡的管工为了找中国人的毛病，如果你哪个人，尤其我们东北人来自黑龙江和吉林的人，你膀大腰圆，身体比较强壮，如果新加坡的管工要认为他自己从体力对付不过你，他一定要是想到别的办法来对付你，一定要到你换衣服的地方隔三差五的要翻一遍。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2机场有7个中国人不服，就是不服气马来管工的这个什么管教。这个2机场的负责我们这家公司的这个管工是个马来华人，他平时呢这个比较豪横，起的这个英文名字叫安东尼。每天上班呢他要点名，第一个是新加坡人优先上班，
做到一些比较文明轻松的工作。第二就是马来人或者是在新加坡有 PR 的中国人。第三步才能安排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做。二级厂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米饭以后，大米饭呢要去洗锅。这个锅呀必须用一种铁锹的形式才能把底下糊的这个米饭呢抢下来泡，然后洗这口大锅，打扫卫生。这里的劳动强度，那很多人是叫苦不堪。还有一种轻松的工作，我们要打扫卫生。这里有7个中国人呢，主要是来自于黑龙江的3个，另外2个是吉林的，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不服这个安东尼每一天这种歧视的做法，点名嘛，他是按照这个什么这个你身份的不同，新加坡人，然后马来人或者是PR，然后才轮到中国人。安东尼看到他这个领导这个什么权力上受到了威胁，他有一天他就到这7个中国人这个柜橱里去搜查一遍。每个柜橱里呢都能收点东西，如果这个柜橱里没有这个东西呢，他可以扔一块巧克力或者扔一点其他的东西，告诉呢咱们公司的这个承包人员。承包工人员有一把，那是我们叫老板的，这是这个叫这个英文名字忘了，还有个汉族人或者一个汉语叫姓肖，还有几个人阿麦我想起来这老板叫阿麦。这不是英文名这个公司发现以后找他们谈，第一，你们这个月的工资一人给扣200元。我们在新加坡打工的这个公司的中国人，每3个月从工资当中都要被扣除200元。反正理由总是有的，慢慢找你。你要敢不服气，当时一个管工就要立刻告诉你，我要报警，就告诉你你偷我们的东西，你不服我了。有一天，一个姓肖一个小管工，他毕业于澳大利亚一个大学里，到这个公司来应聘。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2级公司的中国人的管理，劳动工资协议的签订他签订的日文名字各方面让你签字，你还不许看内容，许多人是不懂英语的。整个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中国人的一张卖身契，因为你要签的嘛。签的内容里规定工作12个小时，工作12个小时，规定工作期间说话，放弃你工作8小时。工作期间新加坡人投诉你了，你要受到惩罚。总之来说，这个协议就像当年这个中国人和这个八国联军和其他国家签订的这个150多个不平等条约的内容是相同的。你要是敢抗拒他马上就要威胁你。第一，我要报警；第二，我要解聘你这个什么那个准证的这个协约，让你回国。他也抓住了中国人这个心态。平时刚一来说，这小伙我对他挺客气，英语会讲，华语也会讲，在一起吃饭。开始来他为了了解情况收买人心，后期他就告诉我，你要把这张协议的内容要签个字。我说我想知道这个协议的内容，你没有必要了。我说我和你签协议，我没有必要知道内容，那你签不签？我说我不签。说你不要不签，大家都签了，就你没签。我说大家都签，那我也不签，因为我不知道你签什么协议。如果你明天让我回家，或者明天你扣我的钱，或者是明天我正常的这个权益受到侵害，我当然不可以答应你了。但你说这些都没有用。如果你不签这个协议，我说我要不签这个协议怎么样？总之来说不行。我告诉你，我指定不签。我小小平时我对你是很客气，如果你敢用这种流氓和威胁的手法你对待我，
以后我就不尊重你啊。那你在新加坡想不想待？我说你要敢负责对你这句话，我说第一我想待，第二我还要长期的待下去，我认为我一定会待下去，好吧，我不签。第二天晚上了，我从花园市下来，5点以后到楼下来接班。我的工作是他给我安排的，往这个头等舱里这个各国政要带的小孩的玩具包里放玩具，得放5个最好的玩具。他立刻就告诉我，你从今天开始不可以做这份工作了。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没签协议。我说没签协议，你今天开始就行使你的报复权利，你敢负责吗？他说啊。我说你想着胆大包天，你知道新加坡是个什么国家？我是中国人，这是真实情况。但我知道它是个法治国家，我来自政府给我发放的准证，而且是2年没到期。他说这个工作是我给你安排的。我说安排我们有协议，你必须要给我安排，我不能在这坐着我当你爹让你养活我，我也没有这种物理要求。我说你小子如此胆大包天，我不会饶过你，咱俩试试看。当时说你语言这么强硬没有用，我说肯定是不能让你干，我说我今天一定要干到底。这个时候大伙都围着过来说你们在吵吵什么？许多人中国人都替这个姓肖的经理来给讲讲，说你不应该对人家领导这样。许多中国人都在做我的工作，有的人是出于正确的心态，说你在这样工作就丢了。第二，有些人你那叫帮虎吃食像助纣为虐这一种心态，说你看就是讨这个新加坡国里面的好，没有办法。他说我不但不能让你做这份工作，我还要把你调走。我说好吧，我的签证也快要到期了，你这种行为恐怕来说对你影响也很大。他说是这样吗？我说当然是这样。我说来，今天晚上我不做了对面的机场一个负责人，他是负责那个总机场的，晚上一段时间一个总负责人姓郭，这个郭经理是中国的海南人，平时对我是非常客气，我们也很好，因为这工作期间也有录像嘛。郭经理也看到我们在争吵什么，我就把今天这情况和不签协议的情况说了一遍。但是新加坡人也好，哪国人也好，他都有一个正义。这个郭经理我到现在都非常敬佩这个人，他非常公道的告诉我们俩不要在这里争吵，到我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机场1楼大厅里正面这个一张桌子上。他说从你们这讲一直到赵武这，我看你很清楚。他平时也知道我是老师工作，老师你不用讲。小肖，你说一下你为什么今天不让他做这个工作？他没有签议。说签协议和他正常工作有联系吗？你不让他做这个工作，明天飞机上需要的东西你负责吗？小肖，你是在做工作，你还是在这乱来？你想没想？他是中国人不假，新加坡人，我们新加坡人像你这样式来管理这个公司，我们机场明天还能正常运行吗？我认为老师每一次顶撞你的话他这些话大家都在说，原来我不知道，因为我站在你身边听了半天。你不应该对你一个工作人员用这种办法吗？他是说你了，各方面不好，说对人家要客气，你不让他做这份工作，那我明天也可以建议你们的公司不让你来做这份管理工作。那你想我做的对不对？那你今天晚上做的对不对？他说好吧，那么我错了，我今天回去还让他做。他说你说是心里话吗？他说还有一次有一个人不听你的领导，我说你当时就说你要再敢不听我就给你报警。吓得这个人一句话都没敢说，他回头就去做这份工作。这个人是来自于这个河北的衡水，
没有办法。回过头以后，我就问衡水这小伙，我说这个人跟你说什么？他说他要报警。我说那你怎么不让他报警？那报警我就做不了了。我说你怎么了？你是偷了是抢了？他说嗨，不要增加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做下去。我这次来是借钱出来的，我们真的也不起人家。这是新加坡，这是法治社会对待中国人的一个真实的一种行为。在我们临近这个洗餐具的这个车间里面，是另一家的承包公司。有一天晚上，这些人员呐被高温呐这个闷倒了20几人以后，当时的老板被抓走，60多人的合同呢，这个由于老板的这个更换，合同结束。到了乌节路的中国大使馆去以后，中国人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这个回答，说中国人学历是假，材料是假。中国有一些人还是回国了，也不愿意在新加坡待下去。有一部分人呢不服气，要继续的干下去。最后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拿到了人力部的准证。说我们中国人在新加坡得到新加坡的这个各方面的对待，和在工作期间实际上所遇到的一些情形，确实是很不公平。尤其是我们对外的一些工作人员，中国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的时候，新加坡的政府他心知肚明，中国人好像也无可奈何。这方面呢，我深有体会。因为一个人呢需要成功，都有这种心愿呢，想要有尊严的生活下去。在新加坡呀，我遇到这么一种情况，这60多人的合同被解雇以后，这些人呢面临着种种的周折，也不一定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待遇。可时间不长啊，中国一个著名的一个歌唱家带着红星歌舞团呐到这个新加坡来演出。第二天，新加坡的那个总领事馆，东南亚这个总领事馆一个总领事叫张文，在这个联合早报上刊登了自己一篇感想这个时代的战歌，赞美了一番。他的开头有这么几句，他说我们小的时候就听着这个李老师的歌声长了这么大，伴随着我们这童年和青年时期，我们的每一步成长都是这个由李老师的歌声来陪伴。晚上以后，我的学生就写了一篇博客，在新加坡登出来，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中国华人在新加坡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找到了大使馆，大使馆呢给你们送温暖送温暖，所以给你这种回答。结果呢，中国的著名的歌星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到了新加坡，有人在报刊和媒体上大肆的赞扬。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人活在世上要有地位，要有差价，要受到尊重，否则的话你恐怕只有在社会的最底层。大使馆还不错了，没说你找中介去真的就说过这话可是
这里我要提到一下，说你们是怎么来的？很多人说我们确实没有毕业证，都是中介直接给我们办的，因为我们是花了中介费，没有办法，交了中介费以后，只有那个信者在这里坚持下去。这里要提到一步，许多中国人出来以后，4万块钱到4万5千块钱的中介费，一部分2万元要交到中介里，另外的2万块钱要交给这个新加坡的中介或者是老板雇主。新加坡有许多雇主看到了这个生机以后，他们是一边挣中国的中介费，每个人呢出国之前把2万元中介费交到中国的中介以后，要带着2万元交给你在新加坡打工的这个雇主老板。许多老板在工作期间，他不会让你这张准证干到2年的，希望你干几个月，干半年，有的顶多能挣到1年，把你这个中介费挣出来，然后就换人。理由就是你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人力部给你假设说给你20个名额，你这个20个名额可以不断的更换，走了10个你还可以再来10个，这样就是30个。期间你再走10个人，你再来10个，那这20个名额可以换成40个，不断的这种替换下去，说雇主就可以赚到可观的中介费，白给他打。提供就业机会呢，赚个人头费，是，然后人招来了之后呢，替他工作呢，他赚一部分利润，然后呢，那个条件各个方面还比较差。所以来到了新加坡以后，你再结合在美国的实际工作情形，你就知道中国人在新加坡在南洋那是最惨烈最黑暗的一种社会环境。工作期间新加坡人这种邪恶确实令人难以去容忍，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的欺负你，背后在谈论你这些是非，政治的人呢都无可奈何。他和这个在日本期间的工作期间有所不同，就是日本人之间他有一种外民族的这种感觉，用日语在谈论。如果到了新加坡以后，就是你中午一样的打饭在排队，如果是机场里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新加坡人来了以后，这些卖饭的这些承包这些柜台都是新加坡人这个承包的，他一定要先把机场里的工作人员把你叫过来。他们说粤语还是大部分是华语，客家话就国语讲国语，普通话。平时呢也有讲这个粤语的。总之来说歧视到各个领域生活当中，工作期间，新加坡人呢上午有休息喝茶的时间和拿着一杯咖啡去坐着抽颗烟，下午也有这种时间。唯余我们中国人12个小时的工作制，根本不给你休息时间。我们在新加坡根本得不到中途让你休息这种待遇。晚上我说了3楼还要坚持到16个小时，每一个月至少都有20天工作到16个小时，而且大部分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已婚的男子和已婚的女子，有的牙掉了，连掉了3颗都来不及到外面去补一下。如果你请假周6周日或者随便请假1天，这个公司会发50块新根据你工作这个月收入我估计这年收入也补不起牙呀。年收入能赚到5万块钱，那是在我们这个机场里就算是很不错了。第1年在新加坡基本上是这个元宵不元宵白玩就是给他挣中介费。第2年也许赚回你的利益，你没有一定的忍耐力，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在新加坡里，尤其在机场这种2级公司里，想坚持到底的
都没有几个人。有一些幸运者在淡马锡啊、电子工厂啊、其他的这个工地里能坚持到2年的，那也是很不容易，少之又少，少之又少。换句话说的话，就是说，你首先要用第1年的时间收回你的成本，第2年是你第2年的利益，的时候才是说你的收益。对。换句话说的话，整个你2年的这个所谓的签证的话，你再平均一下，你的实际收入还是要除以2，因为你要把它平摊到相当于2年挣了5万人民币，那你还不如在中国机场上班。2万5了，要是照这么算的话。这说话要公道。我也不断的在新加坡工作人员和我这些学生，很少能有人遇到好的雇主和老板，啊，有的在饭店里那种大排档、咖啡馆里，这个如果一个政府的话，按照这种方式来招募这个外国劳务人员的话，即使你遇到了一个好的老板，我认为他也已经被政府教坏了。所以说你遇不到是正常的，你遇到了才奇怪。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里听中国人在讲座，讲中国的改革开放，讲完以后要提问，我提出是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军事上强烈这个增长，经济上也在快速的发展，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国际地位究竟提高了多少？就以我在新加坡接近3年的这个体会，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种待遇？新加坡的政府，他真的不清楚新加坡的实际国情吗？这个国家确实是一个法治国家，也是一个东南亚一个国际社会的大都市。我们在这种文明的一个国度里遭受这种待遇，有一些新加坡人他的邪恶程度啊，他这种魔鬼的心态对待我们中国人，他们确确实实是失去了人性，绝不像媒体上和新加坡对外宣传上那种光辉那种荣耀。说新加坡呢在经济方面直接依靠中国，甚至来说他这个国家的现实就是要是从中国获得利益。因为新加坡呢它没有任何的资源，不论从工业到能业方面，它的3大经济主体，第一是什么那个港口贸易，第2是这个服务行业，第3是旅游行业。而且我们中国人来到他的第3产业里，在他这个服务领域里所从事的工作和劳动以及他的报酬，新加坡政府他是很清楚的，不是说对这事不了解。他们在这个人力部有那个4个那个叫普快呀，普快就是专门查中国人在这里有没有这个准证到期黑下来的，类似于移民局，类似于移民局的这种工作人员。说中国人在这里不管劳动强度怎么大，待遇怎么不公平，这都是新加坡所不能负责任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在这里有不法的这个劳动人员，那新加坡一旦发现，那是绝对不客气。说我们中国人在新加坡的真实情况，不是我在这里能够叙述完备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继续的参与我们今天这种论坛和讲座。我们是要负责任的啊，每讲出的每一个事件、人物和地点，它的时间都应该是准确的把它叙述出来。也希望有一些中国人在新加坡从事过这方面工作和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来共同来验证一下我所讲述的内容是否准确，是否公平。有趣和离奇的事件很多了，不知道从何讲起。我首先讲一下新加坡人对
新加坡政府对中国人签证的一些问题吧。新加坡的签证是比较好拿，正像四哥在视频里介绍到的，有马来西亚人对中国人这种签证的这种宽限的政策，基本上都能拿到。新加坡人是怎么做的呢？如果你有访学的身份，或者是旅游的身份，到新加坡去消费，这是新加坡政府最欢迎的。因为东南亚新马泰旅游基本上第一站都要从这个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下榻，然后去往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有的是甚至呢返回的行程也要经过新加坡。新加坡的签证呢，它是针对不同的身份给你不同的签证。它最离奇和有趣的是开放中国的这个女性的签证。如果女性年轻的美貌的30岁左右或30岁以下的女性到新加坡去签证，它是分期分批，根据你不同的情况给你。如果你去过2次了，第3次你再去签，恐怕你永远也拿不到这种签证。新加坡开放了中国的签证以后，有一些人工作呢到这个新加坡的歌厅里，或者是到他们牙龙有一些这个足疗还是比较风流的这个场所里去工作，这里就包括的比较多了，有的是足疗、按摩，还有一些风俗场合。前期是按摩，后期不知道干。最繁华的地段应该是新加坡有个牙龙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东南亚各国的这些年轻的女性在这里赚大钱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各国女性不同人种的女性都叫打扮的十分妖艳在这里行使了自己高收入的行业。有些话就不要说的那么具体了，用中国最时髦的一句话，你懂的。这个新加坡对待中国女性这种签证是怎么样呢？把你放进来，让你在歌厅里尽情的发挥。记者呢用诱导性的方式来引导你，讲述一下你对新加坡的看法。这时候的《新民日报》或者是《联合早报》上要登出你的巨幅这个照片，中国的美女模特般的身材和她的诱人的美貌，要告诉新加坡人说，中国某某地区的歌星、歌手、模特对待我们新加坡的赞美。第一，他要赞美新加坡的男人长得英俊帅气，还有的中国女性竟然赞美新加坡男性的这个身体，它的味道和其他国家的味道不同。他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到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感到惊讶。他可以知道新加坡男人身上的味道和他的嗅觉力恐怕是要超过一般的警犬。这些人在新加坡赚到一定的收入了以后，有的是兴高采烈的这离开了新加坡。我刚才说过，你这种签证一次能得到半年的工作签，甚至说几个月，恐怕第3次再进入新加坡的时候，你不换另一种形式，你永远要得不到这种签证的。理由是你了解了新加坡，新加坡也了解你了，因为你总要来。新加坡这个国家在对待中国不同层面上的人，他的签证性质是不同的。他一再标榜这个国际这个大都市的国度里，他也吸引外国人来管理这个国家。其中多数的公务人员还是按照人种的不同他在录用。如果你是个狗狗鼻子蓝眼珠，
属于西方类的白人，你可以充实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公务人员，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公务员行列里。以机场为例，美国的白人和澳洲的白人，他们每一个这个外国人所得到的工种都是管理人员，拿着高工资，带着家属在美国工作。在新加坡工作，在美国在新加坡呀，打扫卫生的人都是中国人和印度的黑人，甚至连马来西亚的人他都不会给日本人，不是给新加坡人啊，总讲错了，没事干这种最低等的工种。在新加坡，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这个来自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这个狗狗鼻子蓝眼珠的白人。以机场为例，在机场1楼、2楼、3楼，所有的这个外国的白人，他们都是高级的管理人员，他们可以带着家属，长期的拿着这种工作签证。有一些美国人，新加坡都动员人家有新加坡的长期的居住权，叫 PR。可是呢，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的那个工作人员，对新加坡这个 PR 是不太感兴趣的。只要在新加坡能挣到高工资，这就是人家的主要愿望。打扫卫生和做这种下等工作的人，根本就没有西方的白人，只有我们中国人、印度人、落后国家的人才能抢到这种岗位。到新加坡工作，也不是说随意就可以得到他的签证，新加坡也是区别对待。李光耀的二儿子李显阳，新加坡国家基本上就是李家。所以说新加坡，你说李嘉诚有钱，李显荣有钱，当然李光耀有钱了。您这个国家基本上公有制，你的房子只可以我估计新加坡呀，全加起来也没多少钱。1亿不低的，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他说新加坡可有钱呐，多少钱？你说整个这个国家值多少钱呢？能买下来吗？共产党给他把共产党买下来啊？我说共产党能给他买下来，不容易，买10个都能。他的综合国力很强，强在哪呢？他这个马六甲海峡每1分钟来自于那个什么就是印度洋和那个太平洋，这不马六甲海峡这个什么那个转口吗？1分钟像有1000艘船来回要进来要出去，1000只船呢在这不断的，当然收费了。新加坡靠什么？李光耀的成就是什么？就是转口贸易。不是，第一，谁让他收的？美国支持他必须这么收啊。美国让他收的。是啊，中国现在你美国回口。你看新加坡一边利用中国，还一边来破坏中国。我这的意思里都没讲。就是啥意思？就是那个马六甲海峡嘛，他收费。对呀，他自己有能力收费。是啊，那但是他这个政治上跟随美国，不是军事上美国给他返点还是怎么着？他给美国返点。他在樟宜湾能停靠2艘航母，是无偿的向美国航母这个加油停靠啊。中国打台湾时候你知道吧？那个布什号还有7号的这个航空母舰，这2艘航空母舰都是停放在樟宜湾。樟宜湾机场呢，就是说从一个海里头，就是填海那个造地啊，填出这么3大机场，1机场、2机场、3机场。而且新加坡还专门在巴彦里巴为美国修一个军用机场。新加坡从政府一直到机场到这个海里这个通道，地下是这个海底下是那个地下铁，上面沿途这些公路呢，它经济上依靠中国呀，政治上跟随美国。就说跟你一批去新加坡的这个人啊，混的最好的现在是混成啥样的新加坡？比我去的早的，我的学生现在还留在新加坡。混的最好的是什么状态？就是当一个企业的总管了。我的学生有身份了，没有什么也没有，还是 W 批准证。他要讲他的老板呢是北京大学生，2个媳妇儿，他轮流的管理他这个企业，把媳妇儿累死一个，完了那个现在的老板也什么不管了。他讲他这段企业的故事更多，我也不想听。
每次都给我叙说，他是2个老板娘管他，说老四我怎么办？坚住，坚持，忍耐，我一定要顶住啊，一定要顶住，我鼓励他。他家父母一天是种点地在农村，还卖不上1万块钱。我说你回国干什么？这杨瑞福现在网上都有联系。我是一定要给我顶。你这同学在新加坡，我学生啊，有想来美国的？当然要来美国啊，羡慕完了。白天想夜里哭，天天盼着进首都。是，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真是这样苦啊！就要见到毛主席哈。白天苦，白天想夜里哭，想夜里苦。新加坡最离奇的事儿，你像你说出去女的跟别人碎10万段了，扔海里了，就还有别的事儿，离奇的。嘎事儿，妈，报纸上看的多，大多数咱中国人的这些经营的事迹，大部分是咱中国人。新加坡每一天报纸有50%以上的版面都在介绍中国大陆。对，别看他讲英语，看他国家太小了，他这个介绍中国是褒义还是贬义？大多是贬义。刘光耀是这么说的：中国上我们完全的依赖于中国，但是我们随时地保留对待中国一些政治主张投反对票。第一个提出中国威胁论的是李光耀，因为呢，他依靠台湾进行他的军事联盟。他的军队，因为他这个新加坡这个国土700平方公里，你不论站在哪个位置打枪都要出境的，飞机一起来就占领人家的航空或者领空，这国家太小了啊。马来西亚就没站好，因为新加坡国土它就是一个转圈，就是个小岛，小岛周围它都是个港口嘛。马六甲是在它的北部，在柔佛海峡往北这么一个地方，就是郑和下西洋，首次占领这个地方。郑和是个回族。万历年间呢，魏忠贤是个海关，是个太监。万历这个老伙呀，不务正业，爱画画书法，爱玩宫女，把权力就给了魏忠贤。魏忠贤这个老家伙是最坏，所以没有办法。郑和郑善宝嘛，他是个伊斯兰人，我下西洋得了，用了500童男童女下来以后就扩张嘛，渲染大的那个什么中华文化。在他的祖先当中，那个朱元璋是封海的，不让你出去。这是魏忠贤他们同是太监嘛，给他一个特批。可惜他占领了马六甲以后，在马六甲打了2口井，没有淡水怎么就活了？马六甲属于哪？马六甲属于马来西亚这最南端的，再过了柔佛海峡不远下就是新加坡了。他占领了那个什么马来半岛以后，因为马来西亚最南端柔佛海峡就是亚洲大陆的天涯海角，亚洲大陆最南面就在哪里？再往前一走就新加坡，有个柔佛海峡，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个500年前呢，郑和在这修完井以后，荷兰人一看，哎呀，这个地方不错，就开始来整了。郑和最大的一个贡献在哪？他知道中国人是保守的，他不可能出来，您就把印尼的和这个中东这些伊斯兰人呢，就引到了这个马来西亚，所以马来西亚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伊斯兰教。郑和是个回族人嘛，要汉族人能让你出来吗？你我这些臣民都跑光了，就像中国大陆似的，我他妈领导谁？不就是这个事儿吗？王真讲太好玩了，就没样。这种状态路是最好的。所以这郑和下了这口井以后，荷兰人一看，你伊斯兰人是些什么东西打，就把这伊斯兰都打跑了。荷兰人来了以后，那西班牙、葡萄牙也在这整。当时把这马来人都气死，这华人也生气那个狗逼来人主来，好，咱撤了完了以后，撤到印尼去以后，把这个井里就下毒，弄了毒药他们来一看，妈呀，谁也逮不了。经过一段时间，几十年以后，英国人也来抢这个马六甲海峡，主要是要地嘛，要塞嘛，英国人也来抢，就是因为就是这2口井，这是惹了大事儿，最后没有办法。新加坡成立了，大部分马来西亚的华人就是伊斯兰人比较排挤他，就往南赶，往马来西亚的南赶，叫他们华人25%的华人在那个马来西亚，华人很受气就把他移到这个马六甲附近了，那嘎有个云顶是2300多米那个赌场，这不是一个那个什么华侨一个就是福建一个偷渡客嘛。
叫吴什么同，他修这么一个多沙城木匠。完了，华人在这了以后，马来西亚就开始耍那个无赖了，啊，你华人在这个地方，然后利用旅游和港口，你在这赚钱。马来西亚就告诉华银，你必须买断，你不买断，这国家就要收回来。所以说你们在这不行了，我们政府要接管了，不是你们华人。这个时候李光耀就出了一笔钱，把这个马六甲就买断了。后来新加坡发展起来以后，李光耀不断的出钱来买美国这个马来西亚的国会。那个谁，李光耀最大的愿望能够作为马国的总理。1953年，马来西亚这个独立了以后，就离开了英联邦体系以后，搞了一次大选。所以李光耀以为他能当上总理，其实伊斯兰图他不可能让华人当总理。无奈的情况下，65年李光耀就开始作呀，拿出李光耀的民主口号喊的，我的妈呀，那就不用讲了。整来整去呢，结果他65年建政以后，他比谁他妈都独裁。要竞选不选，我拿光一照，马上就把你抓起来。比中国的文革，你现在生活在新加坡啊，我刚才都没讲，基本上就跟中国文化大革命那种情形一样，互相监督，他叫投诉。来，你互相告状来告，谁那个主管一听说谁来告状，妈这个掐腰就过来骂你。你怎么干的？不管你对不对，全说骂的打鸟，打鸟是打飞机，一打飞机呢，打鸟每一天到晚就这个话，不断的跟你说。说中国人在这，你没有这忍耐力，没点耐力哈。王莽就像你这个脾气啊，各方面就一句话，像广东，你就一拳打过去，你就跟他就一点余地没有。哎，不是那个，你怎么看待这花狗？哎呀，我刚才讲的半截话在哪？姓肖的把这个翻了7个人哈翻的东西吧，刚才没讲的。翻到7个东西以后，这些人不服气，立刻报警。警察呀，派出所机场附近那个警察，把这7人咵嚓就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就是以偷盗为例。旁来这个时候，一个老伙计就说：“早晨上班，大哥。”我哥这是黑龙江的，昨天叫那个是公司关起来，早上坐一趟车嘛。我是什么原因？说在他那个什么橱柜里头，那个翻出东西了，那个说他们偷盗，这些人不服那安东尼的这个领导。现在在哪？我说他说现在还在那个什么张掖一个派出所里。我说好，那我就管点闲事得了啊。你等我下班以后，你到我去，晚上7点，这是早上7点事儿，我给你写个材料，啊，这份材料你复印好以后啊，你交2地方，第一，明天你别来上班了，但是有一条啊，你不许出卖我，你出卖我，第一，我可以治你；第二，我可以把你名声搞臭，是吧？你要出卖我这个东西是我给你写的，你交到那个新加坡那个人力部，啊，到人家那个牛车水，你就交给。那个什么外国人那个什么那个准证处，就给你许可，这准证就是你允许你在这个执照。第二，你立刻到哪那个到大使馆误解路，你能不找误解？他说能，我找那个，他是我高中的学生，大连外国语大学毕业的，他爹是外交部的，毕业以后，然后大连外国语大学毕业以后，就考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一个研究生，然后就在外交部第一关就派在新加坡。你把这封信告诉你说王老师给我一封信，我说好，交完以后，他可能压不到3天就出来，大使馆能打电话呀，你把中国7个人整了，我就把他前后这个情况就跟他讲，我说他纯属是违反这个新加坡的法律，从人道上、情理上，什么人情不通、国法不容啊！我要从舆论上各方面要帮助这件事。完电话以后，我这公司这个阿麦我看就过来就放了以后，这几个小孩真的不招儿可怜。我帮完他以后啊，咋的了？这几个小孩他妈这出来以后是非常的不懂事呗，这细节就不用再说了，他们也很可怜，他就知道我把他们救了。也到处宣传老王帮个忙啊，老王别人也不起，说些闲话，公司一点点就开始报复了。有一天阿麦把我叫过去，扣我200块钱。我说你妈扣我200？他说你为什么要请假？我说我牙疼，当然要请假了，我提前就请。谁给你假了？我说我有病，你不给我假。我说
继续这说话，我说你手疼不疼？我他妈的唬我啊！我的妈呀！我说你这玩意啥人呢？还啥人呢？我说你真拍你疼不疼？我说就像我那害怕似的。我说你呀你，我说你有话你说的，你给我拉直说。你请假我扣你钱，你知道吗？我说你要以为你扣的对，你就别给我。你要以为这里有麻烦，哎有麻烦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啊，我是新加坡人，为新加坡人做个什么？我说你多长趟洋剧啊，你也是多长生。我说你别说你新加坡人，你美国人怎么样？后来我跟他说完之后，那你还支不支持他了？我说我支持谁了？你不用他妈装二级厂这帮人，我告诉你，你给我们添老麻烦了。急，我就知道他把我出卖了，给我点气完了这些，还不到他妈个10天的功夫，他就把我这卖出来。我说这是气死我！哎呀，这就是中国人，这是中国人，这不招。你卖猪仔了，气死我了！我在新加坡有点事儿，有时候死气上点，哎，一言难尽了。真不容易，真难，真不容易。我在新加坡哈，就文革期间那时候小，经历一些事儿，各方面。我平时就跟郑文说，你们在家都没做好事啊，才修行到这一步。印度真的出门，哎呀，在家不行善事，出门再大风刮。我回国以后，我就跟大伙就倡导一个想法：人要不干好事，一定要叫你到新加坡去改造去。你这录起来了吗？监狱风云录没录啊？没录。可惜了，讲这么精彩。我是故我在，大家好，我是崇善阳。我回国以后，我就跟大伙就倡导一个想法：人要不干好事，一定要叫你到新加坡去改造去。啊，我是新加坡人，为新加坡人做个什么？我说你多长趟洋剧啊，你也是多长生。